我是个游走于三界之外的老太婆，谁也不知道我活了几万年，直到我心血来潮跑去人间，养了个可爱的小人，给他取名阿灵。我给他吃最好的鲜果，给他喝最好的琼浆玉露，将他养得如花朵一样。可这天打猎回来，我却看到阿灵残破不堪的尸身，把他送回来的天庭使者瑟瑟发抖，开口说道：如霜仙子说了，阿灵浑身都是宝，天帝毫不犹豫挖了他的心肝，给如霜仙子治病，还说这是他的福气。我颤抖着抱起阿灵，连最后一丝气息都感受不到。是谁动的手？天帝吗？前些天阿灵激动地跟我说，他跟天帝情投意合，天帝还承诺不日就要迎娶她为天后。如今天后没当上，却因为天帝的白月光生生丢了命。天庭使者沉默良久，于心不忍地劝我：老夫人，那可是天地共主，你一介凡人斗不过的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抚摸着阿灵的尸骨。阿灵别怕，师傅这就去把天帝小儿的骨头抽出来，给你重塑真身。话音落下，阿灵的尸骨瞬间消失不见。我冷冷抬眸，仰头看向天，开口说道：感动我亲手养大的小姑娘，天帝小儿，你有跟我商量吗？今天我就要让你10倍奉还。说完，我的身体骤然腾空，朝着九重天疾驰而去。天庭使者跟在我身后，震惊地咆哮：老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凡人吗？你怎么能上天？可他惊讶的声音很快被我抛在了身后。九重天，几万年不见，我们又重逢了。只是沧海桑田，这九重天早就变成了一副我不认识的模样。门口围着一群尸位素餐的守门神，要么躺着，要么在调戏仙子，要么擅离职守。我冷冷抬眼看过去，开口说道：告诉天帝小儿，让他滚出来见我。听到动静，守门神纷纷朝我围了过来，发出嗤笑：哪儿来的死老太婆，敢说这种大话，活腻歪了。另一个守门神嘴里衔着根狗尾巴草，笑着说：你忘了，天帝前几日把一个生来就有仙骨的凡人女子带上了天，还挖了她的心给如霜仙子。这老太婆估计就是那女子的亲戚吧，还敢上九重天来寻仇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死老太婆，依我看，直接打杀出去得了，跟她废什么话？那守门神正要上前祭出法器，叫嚣着让我魂飞魄散，却被拦住。一个声音响起：且慢！说话的人自称凌云仙子，她皱着眉头，警惕地看我一眼，开口说道：哪怕我开了天眼，都看不出这老夫人是什么来历，还是谨慎一些为好。经此提醒，那几个守门神纷纷使用灵力探知术，没一会儿就变了脸色。果真，居然探查不出他的底细，而且也看不出真身，非神非妖非人，游离于三界之外。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所有守门神脸色严肃起来，其中有一个瞪了我一眼，语气轻蔑地接口道：你管他是什么东西，这些年来就算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。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婆能有多厉害？要我说，直接把她打得魂飞魄散，我们也好赶紧回去睡懒觉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眼神阴雾，懒得跟他们废话了。藏在袖子里的时候，正要暗中蓄力，凌云仙子忽然开口训斥他们：都给我住口！凌云仙子上前一步，恭敬地朝我行了一礼，开口说道：这位老夫人，请问您要找天帝做什么？可否说明来意，小神好去通报。我掀开眼皮看了一眼凌云仙子，开口说道：九重天还算是一个懂事的，你去告诉天帝，让他现在滚出来，我还可以考虑饶他一条狗命，只抽出几根骨头，若是晚了，就等着后悔吧。凌云仙子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开口问道：不知您可否报上名讳？我悠悠开口：没什么名讳，就一个老太婆而已。凌云仙子故意在拖延时间，让其他的守门神进去给天帝通报。看在她也是个灵动的小仙子的份上，跟我的阿灵有那么几分相像，我不想残忍大开杀戒，只是耐着性子又重复一遍：现在让天帝小儿滚出来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叫如霜的仙子也一块带过来。那几个守门神面面相觑，忽然发出嗤笑：真是没见识！你可知道如霜仙子是谁？那可是天帝的心头宠，未来的天后。敢这么直呼他们的名讳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对呀，天帝不过是为了如霜仙子挖了那个小贱人的心，这是他的福气，还敢叫嚣着来找天帝报仇，真是笑掉大牙。劝你赶紧滚远点儿，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眼见他们的话越来越难听，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冷。带头的那个守门神居然不知死活地朝着我发动攻击，嘴里叫嚣着：别废话了，我这就让他魂飞魄散。我轻蔑冷笑，连动都没动，我只是抬了抬脚，一道金光迅速从我身体里迸发出来，他们被瞬间震开3尺远。刚才还在开玩笑的守门神，此刻慌乱的浑身颤抖，开口说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还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，就被打飞了。我感觉自己受了很重的内伤。凌云仙子也猛地喷出一大口精血，震惊地抬头看向我，喃喃道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实力？”我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开口说道：“既然你们不肯通传，那么只好我自己去找天地小儿了。”我拔腿进入南天门，就在这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：“哪来的死老太婆，居然敢来天庭撒野！”我转头看过去，皱起眉头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那些被伤的躺在地上，七倒八歪的守门神又在窃窃私语：“这可是天界战神素无，连战神都不知道这个死老太婆会死得很惨吗？”战神一般不出关的，一旦出面，就算是再厉害的妖魔，也都不可能活着走出九重天。对面穿着铠甲的战神被他们捧得居高临下，一脸藐视万物，开口说道：“本神乃是战神素无，老太婆，你是活腻歪了吗？不好好在你的凡间过日子，居然敢跑到天庭来撒野！”是天界战神素无。我露出轻蔑一笑，开口说道：“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莽夫蠢货！”他们说战神有多厉害，在1000年前赢了仙魔大战，甚至将魔族都统一为九重天管理，可是在我面前都不够看的。战神听到被我骂成莽夫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开口呵斥：“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！老太婆，既然你这么不知死活，那就拿出你的法器吧，不管你是谁，今天有本战神在，谁都别想乱了九重天的秩序。”我冷哼一声，眼神轻蔑，开口说道：“对付你这种毛头小子，哪里用得着什么法器？”我只是抬手打了个响指，连法器都没有亮出来，战神立马猛地喷出一大口血，被震了3尺远，甚至他骨头被震碎的声音也响彻整个九重天。战神素无挣扎着，十分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：“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？还有我的脚，感觉要断了，胸口剧痛，像是被巨石碾压一样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难道你就是魔神转世？”我冷笑，开口说道：“原来你堂堂九重天战神，也就这点出息，也就魔神转世会对你造成威胁，是吧？”别说是魔神转世了，就算是最强大的初代魔神，站在我面前也只会下跪臣服，叫我一声祖宗。天帝端坐在凌霄宝殿上，已经听说了有人大闹南天门，他左手搂着如霜仙子，右手正在喝着美酒，嗤笑道：“一个民间飞上来的老太婆，能成什么气候？直接让战神把她打杀出去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小天兵忽然屁滚尿流的冲了过来，大喊道：“报天帝，不好啦！那个杀上九重天的老太婆，不知道是何方神圣，居然把战神给打成了重伤。”小天兵的嘶吼划破凌霄宝殿的奢华，天帝手中玉杯经落，酒液泼湿如霜仙子的裙摆，我的复仇即刻启程。白玉长街上，我缓步前行，每一步都震得九重天地砖发颤，身后战神素无哀嚎不止，守门神吓得魂不附体，方才的嚣张荡然无存。凌云仙子捂着伤口踉跄跟随，眼底满是后怕。算他识相，没敢阻拦。凌霄殿内，天帝怒不可遏，搂着如霜下令，10万天兵天将瞬间围堵。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跳梁小丑。废物，区区凡间老太婆也敢伤朕的战神，传旨把他挫骨扬灰。天兵们吓得不敢拦我，我径直踏入大殿。文武仙官暗中打量，看着这对狗男女，阿玲惨死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，这笔血债必偿。你就是大闹南天门的老太婆，敢不答朕的话，活腻歪了。天兵天将，拿下他！10万天兵蜂拥而上，如霜跳出来叫嚣，我仅凭一个眼神就震得他口吐鲜血，全场死寂。老东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和天帝的下场。天帝彻底暴怒，祭出昊天剑朝我劈来，我随手一挡，无形屏障震得他手臂发麻，昊天剑险些脱手。不可能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冷笑开口，杀意席卷大殿，一句话震懵所有仙官。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废物，当年3界大乱是我平定，如今你杀我养的小姑娘，今日必让你10倍奉还。抬手一挥，10万天兵尽数被震飞，口吐鲜血，失去战力。文武仙官纷纷跪地求饶：“老夫人饶命，小神不知您身份，求您饶我一命。”我懒得理会，目光锁定天帝和如霜。如霜吓得哭哭啼啼躲在天帝怀里，天帝强装镇定，搬出3界施压。天帝救我，我不想死，那个老太婆太可怕了。老太婆，你别过分，朕是天地共主，3界必讨伐你。我正要动手，指尖传来阿玲的微弱气息，神识瞬间扩散，发现气息来自南天门偏殿。我身形一闪，抵达偏殿，推开门就看到石床上浑身是伤的阿玲，
指尖微微颤动，显然还有一口气。我快步冲过去，将他抱在怀里，指尖凝聚灵力注入他体内，轻声喊他的名字：阿灵，师父在，你撑住，师父一定救你。灵力流淌，阿灵脸色渐有血色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哼：师父，我好疼啊！阿灵乖，不疼了，师父这就救你。伤害你的人，师父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话音刚落，天帝和如霜带着仙官追了过来，看到阿灵还活着，如霜满脸惊愕，随即变得恶毒：不可能，他明明被挖了心肝，怎么还能活着？天帝，快杀了他们，不然我们的事就全暴露了。老太婆，你敢坏朕的事，既然他还活着，就再杀他一次，让他魂飞魄散。我冷冷抬眸，将阿灵放在石床上，用灵力筑起屏障，缓缓站起身走向他们，气息彻底爆发，九重天云层翻腾。你们敢杀阿灵2次，今天就让你们万劫不复。天帝再次祭出昊天剑，拼尽全力劈来，我抬手一扶，昊天剑瞬间碎裂，化作金光消散。不可能，这是上古神器，怎么会碎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身形一闪，掐住天帝的脖子，将他高高举起。他满脸涨红，呼吸困难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怪物，你这种言而无信、草菅人命的东西，也配当天帝？如霜吓得转身就跑，我用灵力缠住他的脚踝，将他拉回来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摔得他口吐鲜血。饶命，老夫人饶命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让天帝杀阿灵，求你饶我一命。饶你？谁来饶阿灵？今天就让你尝尝被挖心掏肝的滋味。我指尖凝聚灵力，就要动手。阿灵的声音微弱传来，阻止了我。师父，别杀他！阿灵，他伤害了你，你还要护着他？师父，我不想你沾染杀业。我心里一软，松开掐着天帝的手，走到石床边，握住阿灵的手，眼神依旧冰冷的看向地上两人。阿灵乖，师父听你的，不杀他，但绝不会让他好过，让他活着承受所有痛苦。天帝从地上爬起来，惊魂未定的跪地求饶。混沌尊者，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被如霜迷惑，求你饶了我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冷笑一声，抬手一挥，废了天帝的修为，让他从天帝共主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。你的修为地位一文不值，废你修为留你狗命，已经是看在阿灵的面子上，好好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天帝瘫倒在地，满脸绝望，嘴里不停呢喃不可能。我转向如霜，废了他的修为，还毁了他的容貌。他看着自己的脸，发出凄厉惨叫。不，我的脸，我的修为，我不甘心。我抬手一挥，将两人扔到九重天边界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处理完他们，我立刻回到偏殿。阿灵脸色好了一些，气息也平稳了不少。师父，他们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他们再也不能伤害你了。以后师父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阿灵点点头，陷入沉睡。我起身给他盖好被子，用灵力加固屏障，转身前往仙药库。仙药库守门，仙官吓得跪地求饶，任由我随意取用仙药。尊者饶命！仙药库所有仙药，尊者随意取用。我径直走进仙药库，挑选了9转还魂丹、凝神草、千年人参等珍稀仙药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凌云仙子追了过来，恭敬地站在一旁，求我暂掌九重天。尊者，九重天不能没有主心骨，恳请您暂掌大局，小神愿誓死追随。不必了，我对九重天的位置毫无兴趣。你若有能力，就自己主持，别来烦我。尊者，没有您坐镇，九重天必会大乱，求您三思。我懒得纠缠，身形一闪，回到偏殿。立刻拿出仙药给阿灵服用，9转还魂丹护住阿灵生机，凝神草安定他的心神，千年人参炼化后注入他体内，修复肉身。我守在床边，日复一日注入灵力，阿灵伤势逐渐好转，却依旧陷入沉睡。凌云仙子几次送来补充灵力的仙品，默默守在偏殿外，阻拦打扰的仙官，将九重天打理得井然有序。我偶尔出去查看，路过九重天边界，看到天帝和如霜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被低阶仙兵欺负，看到我就吓得躲藏。我毫不在意，转身离开。转眼100年过去，阿灵身体基本恢复，胸口伤口只剩浅浅疤痕。我知道她快要醒了，每天跟她说话。阿灵，快醒醒！凌云仙子把九重天打理得很好，伤害我们的人都得到了惩罚。你醒了，我们就回人间。话音刚落，阿灵的指尖微微颤动，眼皮缓缓动了动，随即睁开眼睛，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师父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阿灵，醒了就好，
师父一直都在，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阿玲靠在我怀里哭了一阵，擦干眼泪，眼神多了一丝坚定。师父，我记得天帝挖我的心肝，我好疼，可我一直想着你会来救我，所以一直撑着。都过去了，他们都过得生不如死，再也不能伤害你了。师父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以前都不知道你这么厉害。我笑了笑，正想说话，偏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凌云仙子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尊者，不好了，天帝和如霜勾结了当年的妖魔残域势力，带人闯了进来，已经伤了不少仙官。我眼神一冷，将阿玲护在身后，灵力瞬间爆发。看来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，既然不知死活，就彻底解决他们。我抱着阿玲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凌霄宝殿。只见天帝和如霜站在殿中，被低阶仙兵欺负，看到我就吓得躲藏。我毫不在意，转身离开。天帝虽然没了修为，却拿着一把妖魔送来的邪气，脸上满是疯狂。老太婆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阿玲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没错，我也要让你和阿玲尝尝我所受的痛苦，让你们生不如死。那些妖魔嘶吼着朝我冲来，我抬手一挥，一股强大的灵力瞬间迸发，妖魔们纷纷被震飞，口吐黑血。天帝见状，举起邪气朝我劈来，邪气散发着诡异的黑气，带着致命的剧毒。我冷笑一声，随手一挡，黑气瞬间被打散，邪气也被震碎。天帝被灵力震得后退几步，口吐鲜血。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如霜趁我不备，偷偷拿出一把毒匕首，朝着阿玲刺去。我眼神一厉，指尖弹出一道灵力，打在如霜的手腕上，毒匕首掉在地上，如霜的手腕瞬间红肿。啊，我的手！我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如霜面前，抬手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打得她嘴角流血，摔倒在地。你居然还敢动阿玲，今天就让你彻底消失！我指尖凝聚灵力，就要彻底斩杀如霜。阿玲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师父，别杀他，让他看着我们好好活着，比杀了他更解气。我点点头，抬手一挥，将如霜的魂魄抽出，封印在锁魂玉中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，只能看着我们安好。天帝看到这一幕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要逃跑。我抬手一抓，一股灵力缠住天帝的脖子，将他拉了回来，眼神冰冷。你以为你还能跑掉？当年你伤害阿玲，今天我就让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轮回。我指尖一用力，天帝的魂魄瞬间被捏碎，彻底消失在九重天，再也没有转世。不转。阿玲开心的笑了，紧紧抱住我的胳膊。可就在当晚，阿玲突然浑身发冷，脸色变得惨白，气息也变得微弱起来，胸口的疤痕开始发红发烫。我抱着阿玲转身离开凌霄宝殿，回到偏殿。阿玲靠在我怀里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师父，我们现在可以回人间了吗？我好想我们的小屋。当然可以，等你再休息几天，我们就回人间，再也不回九重天了。阿玲开心的点点头，闭上眼睛靠在我怀里，安心的睡了过去。可没等我们动身，偏殿外再次传来动静，这次是仙药库的守门仙官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尊者，不好了，仙药库的上古仙药被偷了，而且偷药的人留下了混沌殿的印记。我眼神一冷，混沌殿是我当年隐居的地方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这个印记，显然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知道了，带我去看看。我抱着阿玲，跟着守门仙官来到仙药库，只见仙药库内一片狼藉，不少仙药被偷走，地上果然有一个混沌殿的印记。凌云仙子也赶了过来，看到印记后满脸震惊。尊者，这怎么会有混沌殿的印记？难道是有人故意栽赃您？没错，有人故意栽赃，而且敢这么做的人必定是九重天内部的仙官，而且地位不低。我指尖凝聚灵力注入印记中，瞬间感知到了偷药人的气息，居然是当年天帝的亲信文昌仙官。文昌仙官，出来吧，别躲了，我知道是你。话音刚落，文昌仙官从暗处走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慌乱，却依旧强装镇定。尊者，您冤枉我了，不是我偷的仙药，也不是我栽赃您，您不能仅凭一个印记就断定是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抬手一挥，将他偷药的画面投射在空气中。画面里清晰地显示他偷药留下印记的全过程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说你偷仙药做什么？是谁指使你的？我没有被人指使，我只是想偷些仙药提升修为。我知道我打不过您，所以才留下混沌殿的印记，想栽赃您，求您饶我一命。我眼神冰冷。文昌仙官当年跟着天帝也参与过伤害阿玲的事，只是当时我忙着救阿玲，没来得及收拾她。当年你跟着天帝伤害阿玲，我没收拾你，你居然还敢偷仙药栽赃我，简直不知死活。我抬手一挥，废了文昌仙官的修为，将他打入天牢，
永世不得出狱。处理完文昌仙官，我转身看向凌云仙子，以后9重天的仙官，你要严加整顿，凡是当年跟着天帝作恶的，一律严惩，不准有任何遗漏。小神遵令，必定严加整顿，绝不让任何作恶之人逍遥法外。我抱着阿玲回到偏殿，阿玲已经醒了过来，好奇地看着我。师傅，事情都解决了吗？都解决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打扰我们了。明天我们就回人间。就在当晚，阿玲突然浑身发冷，脸色变得惨白，气息也变得微弱，胸口的疤痕开始发红发烫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给阿玲注入灵力，却发现她体内有一股诡异的黑气正在侵蚀她的经脉。阿玲，别怕，师傅在，师傅一定救你。我指尖凝聚大量灵力，试图逼出阿玲体内的黑气，可这黑气异常顽固，反而顺着我的灵力侵蚀我的经脉。就在这时，凌云仙子匆匆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古籍。尊者，我查到了，这黑气是幽冥寒毒。当年如霜为了害阿玲，在挖她心肝的时候，偷偷下了这种毒。这种毒潜伏期很长，一旦发作，就会侵蚀经脉，直至魂飞魄散。幽冥寒毒有没有解药？有，解药需要幽冥莲和心头血。幽冥莲长在幽冥谷，那里是妖魔聚集之地，非常危险，而且心头血需要至亲之人的才能解开寒毒。我眼神一坚定，不管有多危险，我都要拿到幽冥莲，救阿玲的命。阿玲交给你，我去幽冥谷拿幽冥莲，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她。尊者放心，小神拼尽全力也会保护好阿玲。我深深看了一眼阿玲，转身身形一闪，朝着幽冥谷飞去。幽冥谷漆黑一片，瘴气弥漫，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，到处都是妖魔的嘶吼声。我一路前行，斩杀了不少拦路的妖魔。这些妖魔虽然实力不强，却数量众多，耗费了我不少灵力。走到幽冥谷深处，终于看到了幽冥莲，它长在一座悬崖上，周围围着一群强大的妖魔，为首的是幽冥谷主，实力堪比当年的妖魔首领。大胆凡人，居然敢闯我幽冥谷，抢我的幽冥莲，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！幽冥谷主嘶吼着朝我冲来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妖气，比当年的黑风怪还要厉害。我冷笑一声，气息爆发，与幽冥谷主缠斗起来，灵力与妖气碰撞，发出剧烈的轰鸣声，整个幽冥谷都在震颤。幽冥谷主招式狠毒，招招致命。我一边躲避他的攻击，一边寻找机会反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渐渐占据上风，抬手一掌打在幽冥谷主的胸口，他口吐黑血，后退几步。不可能，你居然这么厉害，我不甘心！幽冥谷主拼尽全身力气，凝聚出一股强大的妖气，朝我劈来。我抬手凝聚灵力，形成一道屏障，挡住妖气的攻击，同时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幽冥谷主面前，抬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斩杀。剩下的妖魔见状，吓得纷纷逃跑。我没有追赶，径直走到悬崖边，摘下幽冥莲。拿到幽冥莲后，我立刻转身朝着9重天飞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尽快回到阿玲身边，救她的命。回到偏殿，只见阿玲已经陷入昏迷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气息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。凌云仙子守在床边，满脸焦急。凌云，快让开，我来救阿玲。我快步走到床边，拿出幽冥莲，指尖划破自己的手腕，心头血滴在幽冥莲上。幽冥莲瞬间散发着淡淡的金光，我将幽冥莲和心头血一起炼化，化作一股暖流，缓缓注入阿玲的体内，小心翼翼地逼出她体内的幽冥寒毒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阿玲体内的黑气渐渐消散，脸色也渐渐变得红润，气息也平稳了下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指尖的灵力依旧不停注入，直到阿玲体内的寒毒彻底被逼出，我才停下。自己也因为耗费过多灵力，嘴角流出一丝鲜血。没过多久，阿玲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眼里满是心疼。师傅，你怎么流血了？是不是为了救我，耗费了很多灵力？没事，师傅没事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付出再多都值得。阿玲伸出手，轻轻擦去我嘴角的鲜血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师傅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总是让你为我担心，为我受伤。傻孩子，跟师傅还客气什么？保护你是师傅这辈子最重要的事。凌云仙子站在一旁，满脸欣慰。恭喜尊者成功救醒阿玲仙子。多谢你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阿玲休息了几天，身体彻底恢复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虚弱，我们终于可以动身回人间了。离开9重天的时候，凌云仙子亲自送我们到南天门，恭敬的行礼。尊者，阿玲仙子一路保重，若是以后有需要，
九重天永远是你们的后盾。好，若是九重天再出乱子，我会回来的。我抱着阿玲，转身朝着人间飞去，身后的九重天越来越远。阿玲靠在我怀里，脸上满是期待。师傅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，我好想院子里的仙树，好想我们的小屋。是啊，我们回家了，以后再也不分开，再也不被任何事情打扰。可就在我们快要抵达人间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出现一股强大的妖气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为首的是当年妖魔首领的弟弟黑风魔。混沌尊者，别来无恙。我哥哥当年被你斩杀，今天我就要为他报仇，还要杀了阿玲，让你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。黑风魔身后跟着一群强大的妖魔，妖气冲天，比当年幽冥谷的妖魔还要厉害。我将阿玲护在身后，眼神冰冷，气息彻底爆发。九重天和人间的云层都开始翻腾，就凭你也配替你哥哥报仇？今天我就让你和你哥哥一样魂飞魄散！黑风魔嘶吼着朝我冲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邪刀，散发着诡异的妖气朝我劈来。我抬手一挡，灵力与妖气碰撞，发出剧烈的轰鸣声。我被震得后退几步，嘴角再次流出鲜血。之前救阿玲耗费了太多灵力，此刻实力有所下降。哈哈哈，混沌尊者，你居然耗费了这么多灵力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黑风魔乘胜追击，招式越来越狠毒。我一边躲避，一边凝聚灵力，试图反击。就在黑风魔的邪刀快要劈到我的时候，阿玲突然挣脱我的保护，挡在我身前。原本虚弱的身体里突然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灵力，那是他体内潜藏的被爱与守护激发的混沌余韵，是他拼尽全力想要护我周全的执念。光芒瞬间笼罩了我们两人。阿玲声音嘶哑，却异常坚定，浑身散发着耀眼的灵光。不准伤害我师父，谁都不行！邪刀重重劈在阿玲周身的灵光屏障上，发出刺耳的轰鸣，灵光剧烈震颤。阿玲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体晃了晃，却依旧死死站在我身前，双手死死撑开屏障，不肯后退半步。他明明刚刚痊愈，明明灵力微弱，却拼尽了所有，只为护住我。阿玲，你快让开，师父没事，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阿玲没有回头，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灵光屏障又撑大了几分。嘴角的鲜血不停滑落，却依旧倔强地护在我身前。看着他拼尽全力的模样，我彻底被激怒，心中的怒火与守护欲瞬间爆发。身上的混沌之力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狂暴，瞬间笼罩了整个天空，连云层都被染成了金色。我快步上前，将阿玲紧紧护在怀里，抬手一挥，狂暴的混沌之力瞬间将黑风魔和他身后的妖魔包裹。阿玲靠在我怀里，气息微弱，却还在低声呢喃，担心着我的安危。而那些妖魔在混沌之力的碾压下，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瞬间被吞噬，连一丝魂魄都没有留下。黑风魔被混沌之力牢牢困住，看着阿玲拼尽全力守护我的模样，又看着我周身狂暴的气息，满脸恐惧，想要逃跑，却连动弹一下都做不到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他从未想过，一个看似柔弱的小姑娘，居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，更没想到这份守护的执念能逼出我最强大的力量。不可能，你居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！我不甘心，恐惧。我眼神冰冷，抬手一捏，黑风魔的魂魄瞬间被捏碎，彻底消失在天地间，再也没有转世的可能。解决完黑风魔，我立刻抱着阿玲，注入大量灵力，救治她的伤势。阿玲，别怕，师父在，师父一定救你，你不能有事，绝对不能有事。你那么傻，为什么要拼尽全力护着我？灵力缓缓注入，阿玲的脸色渐渐好转，气息也平稳了下来。她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我。阿玲缓缓睁开眼睛，虚弱的笑着，伸手轻轻抚摸我的脸颊。师父，我没事，以前都是你护着我，这次换我护着你。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战斗，不想再让你受伤了。我的眼泪忍不住滑落，紧紧抱着阿玲，将更多灵力注入她体内。傻孩子，以后不准再这么傻了。师父没事，没保护好你，但师父很开心，我的阿玲长大了，学会保护师父了。我抱着阿玲继续朝着人间飞去，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。终于，我们回到了人间，回到了我们的小屋。院子里的仙树依旧枝繁叶茂，和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。我抱着阿玲走进小屋，给她安排好休息，然后拿出剩下的仙药给她调理身体。阿玲休息了几天，身体彻底恢复，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每天在院子里蹦蹦跳跳，给我摘果子泡茶。本以为我们可以就此安安静静的生活，可没过多久，人间突然出现了瘟疫，很多百姓染病，痛苦不堪，
甚至有人因此死去。阿玲看到百姓们受苦，心里很是心疼，拉着我的手恳求我：师父，百姓们好可怜，我们救救他们好不好？我点点头，百姓们是无辜的，我不能看着他们受苦。好，师父听你的，我们一起救百姓们。我带着阿玲走遍了人间的各个角落，给染病的百姓治病，注入灵力，缓解他们的痛苦，还炼制了很多解药，分发给百姓们。可就在我们快要彻底控制住瘟疫的时候，发现这瘟疫并不是自然发生的，而是有人故意投放的。投放瘟疫的人，居然是当年文昌仙官的弟子文轩。文轩躲在暗处，看着我们救治百姓，脸上满是恶毒的笑容。混沌尊者，你以为你救得了这些百姓吗？这瘟疫是我用邪术炼制的，无药可解。我要让所有百姓都死，让你尝尝无能为力的滋味。我眼神一冷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文轩面前，抬手抓住他的手腕。你居然敢用邪术残害百姓！当年你师父作恶多端，你居然也跟着学坏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！哈哈哈！我师父被你打入天牢，我就是要为他报仇，我就是要残害百姓，你能奈我何？文轩拼尽全力想要挣脱我的手，同时凝聚邪术朝我袭来。我冷笑一声，抬手一捏，文轩的手腕瞬间被捏碎，邪术也被打散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就凭你这点邪术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说瘟疫的解药是什么？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要让所有百姓都死，我要让你后悔。我眼神一厉，指尖凝聚灵力，注入文轩的体内，逼他说出解药的配方。文轩承受不住灵力的折磨，终于松口，说出了解药的配方。解药需要百草霜和纯净水混合后煮沸，给百姓们服用，就能解开瘟疫。我确认文轩没有说谎，抬手一挥，废了他的修为，将他打入人间的大牢，让他永世不得出狱，承受百姓们的唾骂。我带着阿玲立刻收集百草霜和纯净水，炼制解药，分发给百姓们。百姓们服用解药后，病情渐渐好转，瘟疫也慢慢被控制住。百姓们纷纷来到我们的小屋，给我们送锦旗、感谢信，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。阿玲看着百姓们开心的样子，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师父，我们救了这么多百姓，好开心啊！是啊，能看到百姓们平安，能看到你开心，师父就满足了。瘟疫彻底消失后，人间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百姓们安居乐业。我们也继续在小屋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九重天突然传来消息，凌云仙子被人陷害，打入天牢。九重天再次陷入混乱。当年被严惩的仙官残余势力趁机作乱，想要夺取九重天的控制权。送信的仙官慌慌张张地来到我们的小屋，恳求我们回去救九重天。尊者，阿灵仙子求你们回去救救九重天。凌云仙子被陷害，仙官残余势力作乱，九重天快要乱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凌云仙子帮过我们，而且九重天若是大乱，人间也会受到影响。阿玲拉了拉我的手，眼神坚定。师父，我们回去救凌云仙子，救九重天吧，不能让那些作恶的人逍遥法外。好，我们回去，这一次彻底整顿九重天，让所有作恶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带着阿玲身形一闪，朝着九重天飞去，很快就抵达了凌霄宝殿。只见凌霄宝殿内，一群仙官残余势力围着宝座，为首的是当年天帝的弟弟天辰仙官，他满脸得意，正在发号施令。从今往后，九重天由我掌管，所有不听从我命令的仙官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仙官们吓得不敢反抗，纷纷跪地求饶。我抱着阿玲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凌霄宝殿中央，气息爆发。天辰仙官和他身边的仙官残余势力瞬间被震得后退几步。混沌尊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已经回人间了吗？我回来是要救凌云仙子，是要收拾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当年你们跟着天帝作恶，我没彻底收拾你们，你们居然还敢作乱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哈哈哈！混沌尊者，你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厉害吗？我已经得到了上古邪气，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，让九重天彻底归我所有。天辰仙官抬手一挥，拿出一把邪气，邪气散发着强大的邪气，比当年天帝的昊天剑还要厉害。天辰仙官嘶吼着朝我冲来，邪气朝着我劈来，邪气弥漫，整个凌霄宝殿都在震颤。我冷笑一声，将阿玲护在身后，抬手凝聚灵力，与邪气碰撞，发出剧烈的轰鸣声。邪气的邪气被灵力打散，天辰仙官被震得后退几步，口吐鲜血。不可能，这上古邪气怎么会被你打败？我不甘心。
天辰仙官拼尽全身力气，再次举起邪气朝我劈来。这一次，邪气的邪气更加强大，我也凝聚全身灵力，抬手一掌打在邪气上，邪气瞬间碎裂，邪气消散。天辰仙官被灵力震得倒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殿柱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他身边的仙官残余势力见状，吓得纷纷逃跑。我抬手一挥，一股灵力将他们全部困住，一个都没有逃脱。你们这些作恶多端的人，当年跟着天帝伤害阿灵，如今又趁机作乱，陷害凌云仙子，今天我就让你们全部付出代价。我抬手一挥，将这些仙官残余势力全部斩杀，不留一丝后患，然后转身前往天牢救凌云仙子。天牢内，凌云仙子被关在牢里，浑身是伤，看到我们进来，满脸惊讶。尊者，阿灵仙子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来救你，那些作乱的人我已经全部收拾了，九重天安全了。我抬手一挥，打开牢门，给凌云仙子注入灵力，修复她的伤势。多谢尊者，若不是您，九重天就彻底完了，小神感激不尽。不必多礼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以后你继续掌管九重天，严加整顿，不准再出现这样的事。小神遵令，必定好好打理九重天，绝不辜负尊者所托。救出凌云仙子后，我们又在九重天停留了几天，看着凌云仙子整顿朝纲，安抚仙官，九重天渐渐恢复了秩序，我们才放心的回到人间。回到人间的小屋，院子里的仙树已经开花了，香气扑鼻。阿灵在院子里摘花，脸上满是笑容。我坐在石凳上，看着阿灵的身影，心里满是欣慰。这么多波折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了，再也没有纷争，再也没有伤害。师傅，你看这花好漂亮，我摘给你戴。阿灵拿着一束花跑到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戴在我的头上，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。真漂亮，我们阿灵摘的花最漂亮了。阿灵靠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一起看着院子里的仙树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岁月静好，安然无恙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金光，一个老者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他穿着道袍，面容苍老，却带着一股强大的仙气，是3界的上古仙尊。混沌尊者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上古仙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来是有一件事要拜托你。3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黑暗势力，正在侵蚀3界，很多神仙和百姓都被黑暗势力控制。若是不及时阻止，3界将会彻底陷入黑暗。只有你能阻止这一切。我眼神一坚定，3界是我当年平定的，我不能看着3界陷入黑暗，不能看着百姓们再次受苦。上古仙尊，你放心，我会阻止黑暗势力，守护3界的安宁。师傅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要帮你一起守护3界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无论有多危险，师父都会保护好你。多谢混沌尊者，黑暗势力的总部在混沌深渊，那里非常危险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是上古神器混沌剑，或许能帮到你们。上古仙尊抬手一挥，一把散发着金光的剑出现在我面前，正是混沌剑，威力无穷。多谢上古仙尊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上古仙尊点点头，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天空中。我拿起混沌剑，抱着阿灵，身形一闪，朝着混沌深渊飞去。混沌深渊漆黑一片，黑暗势力的气息弥漫，到处都是被控制的神仙和百姓，他们眼神空洞，嘶吼着朝我们冲来。我抬手一挥，混沌剑发出一道金光，金光扫过，被控制的神仙和百姓身上的黑暗气息瞬间消散，恢复了神智。我们一路前行，斩杀了不少黑暗势力的手下，朝着混沌深渊的深处走去。走到混沌深渊深处，终于看到了黑暗势力的首领黑暗魔尊。他穿着黑色的长袍，脸上满是诡异的笑容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黑暗气息，比当年的妖魔首领还要厉害。混沌尊者，你居然敢闯我混沌深渊！
今天就让你和这个小姑娘永远留在这混沌深渊，成为我黑暗势力的一部分。黑暗魔尊嘶吼着朝我冲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黑暗邪剑，邪剑散发着诡异的黑暗气息，朝我劈来。我举起混沌剑，与黑暗邪剑碰撞，金光与黑暗气息碰撞，发出剧烈的轰鸣声，整个混沌深渊都在震颤。黑暗魔尊的招式狠毒，招招致命。我一边保护着阿灵，一边与他缠斗。混沌剑的金光越来越盛，黑暗邪剑的黑暗气息渐渐被压制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渐渐占据上风，抬手一挥，混沌剑发出一道强大的金光，朝黑暗魔尊劈去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输给你？我不甘心。黑暗魔尊拼尽全身力气，凝聚出一股强大的黑暗气息，朝我袭来，试图反扑。我冷笑一声，将混沌剑插入地面，金光瞬间爆发，形成一道屏障，挡住黑暗气息的攻击。同时身形一闪，出现在黑暗魔尊面前，抬手一掌打在他的胸口。黑暗魔尊口吐黑血，后退几步，身上的黑暗气息渐渐消散。他看着我，满脸绝望。我花费了1000年时间，才凝聚出这么强大的黑暗势力，居然就这样被你打败了，我不甘心。我抬手一挥，混沌剑发出一道金光，刺穿了黑暗魔尊的胸口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瞬间被金光吞噬，彻底消失在混沌深渊。黑暗势力也随之消散。解决完黑暗魔尊，我和阿灵一起将混沌深渊里被控制的神仙和百姓全部解救出来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。三界恢复了往日的安宁，神仙们安居乐业，百姓们幸福生活。上古仙尊再次出现，对我们表示感谢。多谢混沌尊者，若不是你，三界就彻底陷入黑暗了。你是三界的救世主。不必多礼，守护三界安宁是我应该做的。上古仙尊想要给我丰厚的奖励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只想和阿灵回到人间，过安安静静的生活。回到人间的小屋，院子里的仙树已经结果了。阿灵摘了一颗果子递给我，师傅，你尝尝，这果子好甜，开心。我接过果子，咬了一口，甜滋滋的，就像阿灵的笑容一样。这么多波折，我们终于可以彻底安心的生活了。从此，我和阿灵就在人间的小屋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，再也没有纷争，再也没有伤害。偶尔，凌云仙子会来人间看我们，给我们带来9重天的仙果和琼浆玉露。上古仙尊也会偶尔来访，和我们一起喝茶聊天。阿灵渐渐长大，修为也越来越高，却依旧是那个黏着我的小姑娘，每天陪在我身边，给我做饭、泡茶、摘果子。我们相依为命，不离不弃。我知道，无论时间过多久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我都会一直守护着阿灵，守护着这人间的安宁，守护着我们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圆满的归宿。